允堂，我警告你，不要想你不该想的。我知道，红玉只是你试探童玉婉的一颗试金石。真是冰雪聪明。允堂，你见过扑火的飞蛾吗？明知道扑上去会被烈火焚身而死，可自己还傻傻的去送命。我现在就是那只被火焰迷住的飞蛾，退不出，飞不了，也逃不掉了。允堂，我不需要你爱我，我只想要你的心有一刻为红玉儿感动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少爷，有人找您。杜少爷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刚知道那天被打的女人是您的女朋友，我们不该扣留她的外套，请您原谅。红雨被打？是啊，她被人打了个耳光，非常可怜。她好好的在我们咖啡馆喝咖啡看书，被您的岳母童夫人找上门来，又打又骂的。居然会有这种事？杜少爷，您还不知道啊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请。红雨挨打，为什么不向我告状呢？这不是他博同情的最好机会吗？少爷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去晚居啊，看看少奶奶。哎，有话你就把封条撕下来再讲啊。少爷，我说你还是去晚居看看少奶奶吧，这样股票也能见见素汐大姐。我就不想见到素汐，所以我不去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会来？我才不管你会不会来呢，反正我就是想做好饭等你。那这样吧，以后就不用等我了。反正我外面应酬挺多，没空再来。你不来，我大不了白做一顿饭而已嘛。可是你来了，我自然就会幸福的忘乎所以。云堂，快坐吧，快坐。我差点忘了，我还特地给你煲了汤呢，我现在去拿。允堂，哎，人呢？抱歉，我没心情陪你吃饭。这些钱是给你的，拿去买些首饰。一个女人别刻薄自己，成全男人。允堂，我赢了。我赢了！我赢了！名门世家、美貌无双的童玉婉，我走运了！还有钱，珍珠首饰、玛瑙、红宝石，我红运发
欢迎光临。他怎么在这儿？妈妈，红玉说要送你一些好东西呢。二太太，您过来看。二太太，您看看这只玉镯，喜欢吗？那这个你怎么不留着呀？红玉虽年轻，但是皮肤哪里比得上二太太啊？这要是我戴上啊，还不把这上好的翡翠给委屈死啊！哎呀，这个东西倒是挺好的，不过太贵了，我买不起呀。这个包起来给二太太。好嘞。可是我无功不受禄啊。二太太，喜欢就收着，管那么多呢。哎，对了，刚刚那些零钱不用找了，下次啊，我还来照顾你们家生意。谢新都二少奶奶打赏。哟，怎么这么巧啊？原来是红玉小姐呀。大姐，怎么不哮喘了？以后啊，别忘了随身带药，免得到最后什么也没捞到，把命也搭上了。杜太太好。杜家的二少奶奶只有这么一个，那别人呢，企图想冒充也冒充不了的。自古呢都有个规矩，门当户对。我们玉婉呢，端庄高贵，那些企图想攀高枝的人呐，那是望尘莫及呢。那是。杜太太好。我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一边儿去，麻雀想跟凤凰斗，不自量力。杜太太今天要挑选些什么呢？我想给我的儿媳妇买一对上等的红宝石耳环。把你们所有的好红宝石都拿出来，我挑挑。好。母亲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不需要这么破费的。破费什么呀？我就是要给你买贵的，就应该给你买贵的，你就配戴贵的。怎么，想便宜那些从篱笆缝里钻进杜家的女人？陈经理，哎，我也想要红宝石。这一张是杜二少爷签的支票，你们不会不认了吧？认得。这颗红宝石啊，我要了。结账。杜太太，这颗红宝石太大了，不适合做耳环。我看二少奶奶皮肤细白，要不您选2颗粉红色的给她做耳环吧。懂不懂规矩啊？哪有正式戴粉色的？从古至今都是偏房才戴那种轻薄的东西。如今是民国了，讲究人人平等，婚姻自由。以二弟的性子呢，保不齐会休了没有爱情的原配，娶自由恋爱的红雨姑娘登堂入室呢。毕竟这是老爷当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儿。是吗？哼，雪竹，既然你那么拥护婚姻自由，那就把你正室的位置腾出来，让给杏儿，我扶她为正室，如何呀？反正这也是允薇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。这件事回去，我马上就给她搞定。大太太，这……大妈，我错了。错了，诚心认错就给我跪下。红雨，如果我把你今天在人面前对我不敬的事告诉允堂，你说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允堂，还会不会向着你呢？
这里的红宝石我都要了，再选几副足金的首饰，马上给我包起来。是。以后给我记住，谁是杜家的大太太，谁是杜家的正房二少奶奶。